岛上的人全被影子杀死，沈平闯入自洞寻找真相，终于见到了致死的真身波导，惨遭四手杀害，达成最悲结局。沈平服毒自杀，进入第5周末的轮回，正好回到了他跟南云相认的时间点。见沈平的身边凭空出现影超的身影，根金心中大惊，他果然是影子的同伙。影超突然去抱着南云哇哇大哭，太好了，他还活着。沈平将上一轮回的事讲给两人，根据四手的话，他观测到的世界会化为现实。如果他的右眼来自波导，就意味着是由影子构成的。沈平是在回到岛上之后眼睛才变色，南云推测应该是影超将眼睛给了沈平。他又问沈平觉得他们之前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，沈平觉得应该是在消灭了小枣传教后，南云采取了分头行动的策略，所以这次他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行动。南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握住根金的枪管向影超伸出手，就在他们手掌相触的瞬间，影超的记忆被清醒地传了过去。影超是他们的同伴，自始至终都是，所以才给他发了那条信息。南云愿意相信影超，根金不再怀疑他们舍命斗争的决心。四手在夏日祭上让波导吞噬了很多人，似乎是为了什么终局。如果波导脚下的影子就是质子身的本体，实质不过是他的一部分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多次都无法杀死他了。质子身本体过于衰弱，无法离开洞穴。虽然沈平很想现在潜入地下解决波导，但如果没有可靠的办法对付四手，也只会重蹈覆辙。影超认为应该还是先抓住石之，他现在或许有能力将他抹除。小庄气冲冲地找上林新生，问他关于小超的事。林新生态度很差，让他滚出去，被妻子训斥了一顿后再松口，让小庄今晚10点来他房间聊5分钟。之后林行一出去，不知道给谁打了一个电话。沈平还是调查影子病的事，还有之前的小超回到岛上的南云，为什么突然有人开始调查这件事，而且他们还没能成功抹除影超。电话那边的人说先决定从小超的家人下手，要将他们全部变成影子。沈平也不放过，傍晚南云和上一周末一样来到小枣川家楼下，波导之前想要轻视他，结果被他反向追踪后用了一样的能力。南云遗憾自己不能亲手杀死石之，14年前他的弟弟龙之介被杀，凶手就是伪装成石之的波导，而他曾经还是南云的朋友。这是小林打来电话，手机的震动代表那一周的小林还活着，这让沈平和影超都非常安心。重复前世的行动，最后的结果应该也是一样的。龙之介提着行李箱上楼，跟金和沈平埋伏在外做好准备。今天他们就要让四手最重视的波导抹除，将大家从夏日祭的结局中拯救出来。见四周无人，沈平就把藏在手背里的影超放出来。影超拔下一根头发，变成被四手切碎的钉枪。他又掌握了一项技能，在前一循环中扫描获得的数据可以在下一循环中使用。原本的钉枪就在根茎这里，所以他只需要重新扫描一下数据就能恢复。龙之介已经进去5分钟了，差不多该通知他们进行 B 计划。按照上一周末的发展，再过2分钟，石之就会从3楼窗户下来被他们擒获，到时候再由影超将其抹除。本来一切计划的好好的，却没想到变故突生。一阵巨响之后，龙之介从楼上跌落，对着沈平大喊快逃，这已经不是他经历的22号了。随后四手竟然从房间里冲出，超级大锤将龙之介一锤爆头。沈平和影超都吓傻了，四手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？原来从现小超的死亡回忆里，沈平就已经被波导盯上了，那个手印就是他的标记。接下来不管沈平会去到哪一个世界，他都会立刻追上。3周末的夏日祭，他们的视线不是交割过一次吗？他同样能带着记忆进入时间循环。好家伙，头一次遇到这么难缠的反派，不需要有2个观测者，最后活下来的一方见证的世界才是现实。3根钉子根本无法封住四手的动作，根茎同样惨遭伤害。紧接着四手转头攻向沈平，影超眼疾手快地砍下沈平的脑袋，2个人再一次一起进入循环。波导也不在意，只不过是和沈平打声招呼，你就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吧，我也会一次次的找到你，最终封印住你的能力。沈平也没料到波导和四手有和他一样的能力，都怪他过于天真，让2人送了命。还好影超还在他身边，影超不打算在最后通过消除四手搞清楚他的身份，但却发现四手只是个空壳，根本没有数据。波导应该是借用了沈平的能力进入循环的，接下来他们的起点应该一样，只要他们联手就绝对不会输。而沈平从时空通道里出来，却发现自己正在小周餐厅的门口。22号并没有下雨，但今天却是个阴雨天，而在他身后，年幼的南云姐弟正好路过，沈平跟着他们进入餐厅，看来他们再次来到他人的记忆中，而且正好是14年前。今天是餐厅开业10周年纪念日，所以客人很多，沈平的妈妈也在这里帮忙。日和不喜欢人多的地方，扭头就要走时被超子一把抓住。眼界神官和沈平的父亲也来捧场，能够再次看到父母的样子，沈平很高兴。他的父母都是水下考古学者，因为日都岛历史悠久才决定搬过来定居。燕妻则是刚兼任神官，日和一看到燕妻就生理性的不适，而且现在还在不高兴中。他说自己交到了新朋友，龙之介不相信，还说他在做梦，即使说出来超子也不太相信。这里的中学一共不到20人，他哪里认识的新朋友？日和说在鹰巢山，最后场景一变，来到了林心医院救治。日和带着龙之介和超子过来看他朋友，日和说他的朋友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在这个时间会出现在2楼的窗户，而他等了很久都什么都没有见到。日和轴的一根筋，既然约好了今天见面，他不见到人就不会回去。真知姐姐性子的龙之介只好先送超子回家。在他们走后，2楼真的有灯光亮起，而出现在窗口的日和所谓的朋友居然是波导。14年前的波导完全没有未来杀人不眨眼的凶残模样，看上去只是个喜欢抛球和甜食的普通小女孩。波导很喜欢日和，因为别人看到他都会害怕的逃走，只有日和不但不怕，反而追了上来。老医院有妖怪的事已经在岛
岛上传开了。四手大人说的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和日和见面。波岛说四手是个随心所欲的人，所以有着4只手。之后日和一直在这里陪波岛玩耍，波岛一直表现的是个普通的小女孩，直到日和的手不小心被划伤，波岛自从舔了她的伤口之后，整个人就开始不对劲，经常脸色很差，呆坐边哭边喃喃自语。日和抱着波岛安慰，他让日和也摸摸他的影子。日和摸上波岛的影子，感受日和掌心的温暖。波岛希望日和能一直做他的好朋友。到了夏天，日和带着食物去看望波岛，遇到正在抓屎的根茎，根茎警告他们面前很危险，要走就老老实实走山路去。日和说要去商店，就再也没回去。龙之介和赵子到店里找人，被告知日和买了很多零食，还说和朋友一起吃。2个人同时想到了鹰巢山，害怕姐姐会出什么意外，龙之介独自上山寻找，结果却遇到了正在啃食生肉的波岛，以为这就是姐姐的朋友，龙之介毫无防备地靠近了波岛。旁观的盛平就算想要阻止也无济于事，他冲南云大喊了一声，南云像是有所感应的回头看向盛平所在的地方，他似乎听到有人在叫他，但还以为只是幻觉。突然间林中有白光一闪，日和上前查看，却见自己的弟弟开膛破肚地躺在地上，而波岛满嘴是血，样子宛如野兽。日和吓傻了，他哭着问波岛这是不是他做的。恢复意识的波岛突然变成龙之介的样子，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的他当场崩溃。随后在波岛的惨叫声中，他的右眼突然飞出，砸在日和的手上留下伤口后，又掉在地上逃走了。失去右眼的波岛大喊着好痛，如影子一样钻入地底消失不见。日和抱着龙之介的尸体哭喊，吸引来了2个无拟态的影子，听到哭喊赶来的根茎救下日和。随着闪光，另一只影子变成根茎的样子，挥起撬棍划下了他的一只眼。被波岛排出的龙之介的数据既由伤口进入到日和体内，危机时刻接管身体，抱着根茎一飞冲天躲开攻击。龙之介依靠极强的身体素质杀死2个影子，将其身体还给日和就会晕倒了。之后日和告别朝子离开日都岛，而在船驶离港口后不久，日和看到了站在岸边的波岛，波岛已经完全变了，说因为他们是朋友，这次就放他一马，下次见面他就会杀了日和。随后盛平的记忆脱离来到6周末，这正好是他闯入小早川家之前，盛平立刻终止行动，波岛和四手也在同时归来。波岛察觉盛平的回归的时间一直在不断推后，看来是因为盛平的力量在不断的变弱，每死一次可视的时间范围也会随之缩短，只要他们将盛平不断的杀死，直到彻底不能循环，届时他就会迎来真正的死亡。1小时后，大家齐聚了图书馆，盛平给南云带了3明治，南云手上到现在还留有当时留下的伤疤。南云其实不希望将龙之介卷入这场战斗，倒不是因为心疼弟弟，而是龙之介的能力太过强大，如果他认真战斗，自己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。当时他胳膊脱臼，脚也扭伤，全身肌肉疼痛了好几天，要是一直这样谁受得了？既然波岛能跟着他进入循环，盛平就能将其救济。英超将记忆贡献给伙伴们，大家齐聚学院的体育馆准备应战波岛。小猪姐妹相拥而泣，盛平给家里打去电话，就发现艾伦还没有回家。他突然感觉身后的地面在不断坍塌。面对英超的询问，他只借口说自己紧张。被推上指挥位置的盛平对伙伴们进行了一番情真意切的演讲，恳请大家拿起武器和他一起战斗。在外警戒的根茎被影巢杀害，而就在大家积极响应的号召准备大干一场时，盛平的意识突然中断，之后居然回到了几个小时前，他又死了。到底是什么时候？